易经指路，生肖开运。各位乡亲好，欢迎来到易经好运生肖堂。最近有很多乡亲天天在留言区问我2026自己生肖的运势，问我健康，问我老师啊，我这辈子到底为什么这么过得这么苦？为什么今年觉得特别难熬，好像喝凉水都会塞牙缝？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生老病死，穷通祸福，其实老天爷早就一笔一画写在你身上了，只是你们这群人天天瞎忙，被外面的庸医和江湖术士骗得团团转，连自己身上的天书都看不懂。而今天这节课，我们不讲那些虚无缥缈的废话，我们来讲点得罪外面风水先生的真东西，尤其是能改命能改运的真东西。现在请把你手边的事情先停下来，放下你的茶杯，放下你的遥控器。男士请伸出左手，女士请伸出右手，手掌朝上，5根手指头自然放松合拢。你现在仔细的看一看你的手，你的无名指是不是比旁边那根食指还要长出一截来？哪怕只是长出那么0点几公分，只要是长过了食指，那今天这堂课你就给我竖起耳朵好好听完。这不是外面那种骗小孩的心理测验，这关乎到你下半辈子的命运。外面那些西医怎么跟你说的？他们推一推眼镜，看着冷冰冰的数据告诉你，哎呀，阿姨，这个手指长短是基因啦，这个是遗传啦，染色体决定的啦，对不对？没有错。西医只看到了皮毛，只看到了肉体表象，但你有没有用你的脑袋仔细想过，全台湾2300万人，为什么你偏偏投胎到这个家庭？为什么你偏偏遗传了这个特征，而不是别的？这根本就不是区区2个字基因就能解释得通的。我们中医老祖宗几千年前就讲过，有诸内必行诸外。你身体外面长什么样子，你的五官是端正还是歪斜，你的手指是长是短，全是底层逻辑的显化，都是你5脏6腑的气血走向，更是你前世今生因果业力的病例表。你们有没有想过，5根手指头为什么这一根偏偏叫做无名指？老子《道德经》第1句就开宗明义，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不是说它没有名字，而是说它超越了世俗所有的标签，它是最本源最亲近的东西。你看这根指头平时最不起眼，干粗活它排不上大用场，拿筷子握笔它也只不过是个配角，它一点都不张扬，不像食指那样锋芒毕露，天天指东指西教训别人。但是你们仔细想一想，全世界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结婚的时候那个金戒指钻戒为什么偏偏都要套在无名指上？为什么不套在大拇指上？为什么不套在小指上？西方人不懂经络，他们只会编故事，说这根无名指里有一条爱之脉直通心脏，所以婚戒要戴这里。我告诉你，西方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中医的医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根无名指走的是手少阳三焦经。什么是三焦经？三焦是人体气血运作的最大通道，是统帅5脏6腑的总指挥。更要命的是，三焦经紧紧联络着心包。心包是什么？心包是心脏的护卫，是替你的君主之官心脏挡邪气挡煞气的城墙，它主宰着你的血脉，更主宰着你的情志。这根无名指和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情谊，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时时绑在一起的。你的无名指长过食指，代表什么？代表你这条三焦经的气血先天就比一般人敏感旺盛，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比别人细腻太多了。别人的心是木头做的，你的心是水做的。别人看似一阵风，你心里却刮起龙卷风，这代表你这辈子是带着极重的情感印记来投胎的。为什么我今天非要在易经好运生肖堂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千年难遇的大关口。你们去翻翻农民历，现在是2026年农历丙午年，明年2027年是丁未年。在我们易经命理和历史上，这2年叫什么？这叫做赤马红羊节。丙属火，午对应12生肖的马，所以是赤马；丁属火，未对应12生肖的羊，所以是红羊。连续2年的天干地支全是熊熊烈火，再加上现在走的是9子离火运的大磁场，这3年交叠在一起，
天地之间的火气大盛，能量暴躁到了极点。火在五行中对应的就是心脏，就是神志，就是极度的动荡与颠覆。在这种天地大火的炙烤下，12生肖没有一个能置身事外，但影响最深、冲击最大的就是你们这群无名指藏过狮子的人，因为你们的心包经最敏感。今年以来，你们是不是常常觉得莫名其妙的胸闷、心悸，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总觉得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着，喘不过气？你去大医院挂号，照了 X 光，做了超音波，结果医生推推眼镜跟你说：“阿姨，你这没病啊，各项指数都很正常，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啦，开个镇定剂给你吃吃看。”胡说八道，吃什么镇定剂？那是你的心包经被天地间的煞气和你自己心里的怨气给堵死了。西医的仪器怎么可能照得出你的业力？怎么可能看得到你经络里的气节？在赤马红阳节的强大催化下，12生肖里那些无名指特别长的人，你们身上的宿命开关已经被彻底按下。不管你是属的焦虑，属牛的转牛角尖，属龙的感到困顿，还是属猴的觉得无路可走，天地的火气都在逼着你去面对你这辈子必须要了结的因果。你这个身体，这根无名指带着这个印记来到红尘俗世，今生注定会走3段截然不同且绝对躲不掉的缘分。现在重点来了，如果你确认自己的无名指藏过狮子，或者你最近真的觉得心神不宁，最近运势卡关，在我正式揭开这3段宿命缘分，以及教你12生肖专属的化解秘法之前，我需要你做一个非常重要，能够瞬间转换气场的动作，这不是开玩笑的。如果你想在这场赤马红阳节中平平安安，甚至逆势翻盘，把危机变成转机，我邀请你现在立刻在下面的留言区打上顺应天道，化解生财这8个字。这8个字不是要你随便留个言凑热闹，在我们中医和易经的逻辑里，这叫做历念。你的心包经现在被外在的火气冲击，你打出这8个字，就是用你的意念去跟天地间最纯正的阳气产生共振，凝聚我们易经好运生肖堂所有老友记的正能量，这股气场会非常强大，效果绝对事半功倍。打完留言，用你发财的金手指点个赞，然后订阅好频道的好运小铃铛，最后把心定下来，深呼吸一口气，因为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一层一层的拨开这3段命中注定的缘分。我们要讲的第一段缘叫做绝处逢生的贵人缘。在今年这个赤马红阳大变局中，12生肖到底谁能在你半只脚踏入鬼门关的时候硬生生把你拽回来？这牵涉到极深的因果。我们接下来一堂课见分晓。第2节课赤马红阳节，贵人何在？第一段缘绝处逢生。12生肖谁能在谷底被拽一把？在上一节课，我教大家看了自己的无名指，也点出了2026丙午、2027丁未这2年赤马红阳节的天地大火磁场。这股火气一烧，什么妖魔鬼怪、牛鬼蛇神都会现形。为什么？因为火主炎上，主动荡，它会把你隐藏在最深处的因果业力全部逼出来。今天这堂课，我们就要来讲你这辈子注定躲不掉的第一段缘分，绝处逢生的贵人缘。我先问在座的各位老友记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你摸着良心说，你心目中的贵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很多人脑袋里装的都是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贵人就是那种天天请你吃大餐，去高档餐厅喝红酒的人，以为贵人是过年过节提着燕窝人参来找你巴结的人，以为贵人是你开口借个100万，他连借条都不要你写，还拍拍你的肩膀说兄弟不用还了的人。我告诉你，如果你脑子里是这种想法，你这辈子注定要吃大亏。那根本不叫贵人，那叫酒肉朋友，那叫你运气好出门撞见了个冤大头。真正的贵人是什么？真正的贵人绝对不是在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来锦上添花的，真正的贵人是你人生走到最深最黑的谷底，被最信任的朋友出卖，被亲人背叛，公司倒闭，快要家破人亡，你觉得这辈子已经彻底完了，半只脚都已经踏出悬崖边上的时候，就在那个生死交关的瞬间，不知道从哪里伸出一只强而有力的手，死死地揪住你的衣领，硬生生地把你从鬼门关前拽回来，
狠狠赏你2巴掌把你打醒的人，这才叫贵人，这叫救命的恩人。而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你们命中就带着这种极端强烈的绝处逢生磁场。我们来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在台湾中部发生的一件事。台中有一家做传统五金加工厂的老板，我们叫他老陈。老陈这个人属牛的，属牛的人本来就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加上我看过他的手，他那根无名指特别长，特别挺，这在我们中医看来就是三焦经气血极其旺盛。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情重义，把感情和道义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老陈有一个从小一起在眷村长大，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拜把兄弟，两人好到什么程度？老陈白手起家把工厂做起来之后，工厂的财务章、公司存折甚至网银的密码全部交给这个兄弟管。每次查账，那个兄弟拿出一叠报表，老陈连看都不认真看，直接在最后一页签名。老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兄弟，我不信你，我信谁？结果呢，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到了这几年，大环境磁场开始乱了，这拜把兄弟在外面沉迷地下赌场，又搞什么虚拟货币的假投资，欠了一屁股还不清的烂债，走投无路之下，他居然设了一个局，把老陈工厂里的周转资金，连带拿老陈住的房子去银行抵押贷出来的钱全部掏空，然后连夜买机票，卷款潜逃跑到东南亚去了，手机一关，人间蒸发。等到老陈接到银行催缴通知，惊觉不对劲的时候，工厂的账户里只剩下不到200块新台币，而他身上背着整整5000多万的地下钱庄债务。5000万啊，各位，你们摸着自己的心口想一想，一个老老实实做黑手赚辛苦钱的五金厂老板，就算他不吃不喝做30年，哪里生得出这5000万来？那是天文数字，是一个普通家庭想都不敢想的催命符。那阵子老陈的家里简直就像无间地狱，地下钱庄那帮人是吃素的吗？天天派穿黑衣服的小弟登门，按电铃踹铁门，泼红漆，拿着扩音器在巷子里广播，欠债还钱，不还钱就让你一家老小好看。他老婆本来是个很开朗很贤惠的女人，那几天每天躲在客厅角落，哭到眼睛都快瞎了，整个人憔悴得像老了10岁。2个还在念国中的孩子，吓得连学校都不敢去，天天躲在房间里，只要一听到门铃声，全身就止不住的发抖。老陈去报警，警察摇摇头说，老陈啊，人已经跑到国外了，这很难抓，而且你们这是侵占跟民事纠纷，我们很难直接介入，你先去找律师吧。他去找律师，律师看了案卷，叹口气说，这个案子不好打，对方跑路了，就算你打赢了官司，拿到一张债权凭证，你也执行不到半毛钱。再说你现在连律师费都付不出来了，拿什么打？他去求亲戚借钱，跑了3家。第一家亲戚推脱说最近刚买房，手头紧，婉拒了。第2家倒了杯茶，听了2句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第3家更绝，连大门都没开，隔着铁门跟他说，老陈啊，不是我们不帮，是你这个洞太大了，你去找别人吧。他去找银行，银行说你现在背着这么多债务，信用已经破产，风险太高，1毛钱都不能借，四面碰壁，走投无路。老陈心里想，我老陈这辈子没做过半件伤天害理的坏事，我对朋友掏心掏肺，我对客户诚实守信，过马路连只蚂蚁都不敢踩，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为什么那个烂人可以拿着我的钱在国外吃香喝辣，我这个老实人却要家破人亡？他越想越悲愤，越想越走不出来。这就是我说的三焦经气血旺的人重情，但也最容易被情反噬。整整1个礼拜，老陈瘦了将近10公斤，眼眶深陷，像个活死人。有一天深夜，他趁着老婆孩子都睡着了，偷偷拿了车钥匙，一个人开着那台破旧的送货小货车，一路开到了北海岸。车子一停，他摇摇晃晃地走到防波堤上，那是冬天黑漆漆的大海，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海浪拍打着消波块，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像是在催促他一样。他坐在消波块上，看着无边无际的黑夜，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心里想，我这条命就赔给你们吧，我死了，
老婆孩子办个抛弃继承，总还能活下去，总比跟着我天天担惊受怕受苦来得好。就在他闭上眼睛，一只脚已经悬空，身体准备往前倾，要跳进那冰冷海水里的那个瞬间，旁边10公尺外的大石头后面突然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少年矮，这罐啤酒请你喝啦，米酒喝多了伤胃，等一下跳下去海水呛进肺里，那更难受。老陈吓了一大跳，差点没站稳摔在石头上。他回头一看，黑漆漆的夜里竟然坐着一个穿着白色背心戴着破斗笠的阿伯。那阿伯手里拿着一根钓竿，脚边放着一个装冰块的保冷箱，慢条斯理地看着海面，连头都没回，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老陈本来满肚子死意，根本不想理这个神经病怪老头，心里想：你管我干嘛？我自己的命我自己决定。但那阿伯自己站了起来，走过来，硬生生地把一罐打开的冰啤酒塞到老陈手里，然后指着眼前那片黑漆漆的大海，只说了几句话：你看这海浪现在退潮退得这么低，连底下的烂泥巴都看到了，但你信不信，明天早上太阳一出来，它照样会长起来。你今天跳下去，扑通一声是很快活，眼睛一闭什么痛都不知道了，但你老婆你孩子的眼泪是一辈子都不会干的。钱没了，你还有一双手，再赚就有；命没了，你就是个把烂摊子丢给女人的懦夫。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老陈突然像被9天玄雷打中一样，脑子里那根紧绷到极限的弦啪的一声断了，他整个人瘫软下来，抱着那个阿伯的腿，在北海岸的冷风中嚎啕大哭了整整半个多小时。他把这几个月来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绝望，被兄弟背叛的痛，全部对着这个陌生的钓鱼阿伯哭了出来。那阿伯也没嫌弃他脏，也没嫌弃他烦，就一直轻轻拍着他的背，一句话都不说，就是让他哭个够，让他把心包经里堵死的那股怨气死气全部发泄出来。老陈豁出去了，哭完之后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出来，欠债的事，兄弟卷款的事，家里被讨债的事全说了。各位，你们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钓鱼阿伯吗？谁也没想到，这个半夜在海边穿着破钓竿戴着破斗笠的阿伯根本不是什么当地渔民，他是台北一家顶级金控公司提早退休的副总裁，一个在金融界打滚了30年，掌管过几千亿资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的大人物。他听了老陈的遭遇，从保冷箱里拿出手电筒，照着老陈随身带着准备当遗书用的那些合约和账本，以他30年的金融道行，一眼就看出这些合约的破绽，一眼就看出老陈是被恶意设局的。他更看出来，老陈这家五金加工厂的技术底子非常扎实，其实是非常有潜力的事业。债务虽然重，但是只要能重组，绝对有机会起死回生。后来呢，这个退休副总裁没有直接拿5000万给老陈，我说过直接给钱的那不叫贵人，那叫冤大头。但他动用了自己30年来在商界和法律界积累的顶级人脉，他帮老陈找了全台北最强的商业律师团队接手这个案子，去对付那个卷款的兄弟和地下钱庄。接着他又帮老陈牵线了一笔银行的过桥资金，先把地下钱庄那些吸血的烂债还掉，把利息止血，让黑道不再去骚扰他的家人。最后他亲自教老陈怎么做企业的债务重组，怎么跟银行谈展延方案，怎么把工厂的产线重新运转起来。就这样，短短3年的时间，老陈不但把欠银行的钱连本带利还清了，工厂起死回生后，规模还比以前扩大了整整1倍，甚至接到了欧美的大订单。这个故事听完，你们觉得老陈只是运气好吗？错了，这是天道运行的法则。现在我特别要点名12生肖里面的鼠、牛、龙、猴这4个生肖。在2026赤马红羊节这种大火焰上的年份，你们最容易遇到老陈这种绝地求生的剧本。一，属牛的，就像老陈，你们五行属土，土本来是可以泻火的，但赤马红羊火太旺，会把你们的土烤干。这2年你们最容易因为过度信任别人，固执己见而吃大亏。但你们记住，只要你不放弃，你身上那股厚德载物的土气，最终会感召到真正的贵人来帮你。2，属鼠的，你们五行属水，这2年是水火相冲，
运势起伏绝对是12生肖里最大的。你们聪明，但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在遇到破财或危机时，不要去搞小聪明，坦诚面对。你的贵人往往是一个比你年长、地位比你高很多的人，他能看破你的困境，给你指一条明路。3. 属龙的，五行属土带水，你们自尊心极强，平时高高在上，但在结束之年，你可能会面临名誉受损或事业突降。这时候放下你的身段，如果你拉不下脸求救，贵人就在你身边，也帮不了你。只要你肯低头，就会有人伸出手。4. 属猴的，五行属金，火克金。2026年对你们来说是极大的熔炉考验，特别是财务和合约纠纷，你们反应快，但容易慌乱。记住，遇到死局时，不要自己乱撞，去水边走走，水能克火。你的贵人很可能在休闲、非正式的场合出现。我们回过头来说老陈后来是怎么对待这位副总裁阿伯的？他逢年过节，不管工厂多忙，一定亲自开车，提着最好的茶叶和补品去台北拜访那个阿伯，把他当作亲生父亲一样孝敬。每次去都坐下来好好陪阿伯聊一聊，聊生意，聊人生，也聊聊那个黑夜里海边的故事。前几年阿伯生病住院开刀，老陈的老婆二话不说，把家里的事情放下，亲自去医院熬汤照顾，守在病床边把屎把尿，一守就是好几个礼拜。这叫什么？这才叫懂事，这才叫接住了福报，这才叫缘分有来有往。很多人天天求神拜佛求贵人，贵人真的来帮了你一把，你渡过难关了，转头就忘得一干二净，连通电话都不打。我告诉你，你这是在损你自己的阴德。贵人会不会再来，取决于你接不接得住这份缘。天道是公平的，你知恩图报，你的这张无名指底牌就会不断为你吸收强大的正向磁场。讲完了绝处逢生的贵人缘，接下来我要讲这辈子最折磨你们的一段缘分。很多老友记听到这里，心里可能会揪一下，这是一段让你流尽眼泪、痛彻心扉，却又死活放不下的缘分。我们接下来一堂课就要来扒开这层血淋淋的真相。第3节课，三焦联络心包，情债最耗心血，第2段缘。你这辈子的心软，根本是在替前世还债。上一节课我们讲了绝处逢生的贵人缘，很多老友记听了直点头。但接下来我要讲的这第2段缘分，说实话，是我看诊看相这么多年来最让我心痛，也最让我看着生气的一段。这段缘分叫做刻骨铭心的感情缘。现在我问你一句话，你不用讲出来，你在自己心里回答我就好。你这一生是不是总觉得在感情上，在婚姻里特别辛苦，特别容易受伤？你觉得自己把整颗心都掏给人家了，连命都可以不要，最后却被对方踩在脚底下践踏。如果你刚刚看过自己的手，无名指长过食指，我敢说10个里面有9个现在都在点头流眼泪。为什么？我在第1节课就跟你们讲过，这根无名指走的是手少阳三焦经，三焦联络着心包，心包主情志，主血脉。这根手指特别长的人，你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比普通人细腻太多倍了。别人对你一点点好，天气冷了给你买碗热汤，你就感动得恨不得把命都掏给人家。别人随便说一句温暖的话，你记得几十年。你看个电视，里面的主角还没哭，你先在沙发上哗哗哗的流一通眼泪。别人来借钱，你明明自己也紧巴巴的，结果人家说2句可怜话，你心一软，拿去吧。结果钱借出去了，朋友也没了。在外面那些世俗人眼里，这叫什么？这叫傻，叫好欺负。可是你一旦受了伤，那种痛不是擦破皮的痛，那是沿着心包经直接刻在骨头里的痛，是牵着心脏在抽搐的，几十年都忘不掉。这是你最大的优点，却也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致命伤。外面有些不懂装懂的江湖术士看到你这种手相和八字，就摇摇头说，哎呀，阿姨，你这是命带桃花煞，这是烂桃花，这辈子注定婚姻不顺啊，你去买个什么粉水晶阵回去摆一摆吧。胡说八道，买什么水晶？这根本不是烂桃花，这叫做缘分有借有还。你今生遇到那个让你爱得死去活来，又痛得死去活来，
甚至折磨你半辈子的人，绝对不是偶然，是你们之间有一笔还没算清的数世因果。你前世欠了他，或者他欠了你，所以你这辈子无名指带着这个印记来到人间，就是来了结这段姻缘的。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天地磁场。2026年是丙午年，赤马红阳节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火气通于心，这几年感情的业火会烧得特别旺。有多少对夫妻这2年天天吵架，甚至闹上法院，就是因为这股火气把你心底压抑的几十年的怨气全部激发出来了。我讲一个前几年的真实议案，有个快60岁的林大姐被她女儿硬拉着来找我，一走进来，我抬头一看她的气色，眉间发暗，两颊发青，整个人瘦得像把干柴，两眼无神。她身上那种气是极度耗损的、枯竭的，这是一个人长期心里有事，压着一块大石头，导致气滞血瘀的标准面相。她一坐下来就捂着胸口跟我哭，先生啊，我全身都不对劲，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常常喘不过气，觉得自己快要憋死了。我去大医院挂了心脏内科，做了心电图，照了超音波，还备了24小时的心电图仪器。结果西医跟我说心脏没问题，说我是更年期症状，是自律神经失调，叫我去挂精神科吃抗焦虑的药。我是不是得了什么西医检查不出来的绝症？我让他把手伸出来，无名指一伸直，好家伙，比食指高出整整一大截。我根本懒得看那些西医的检验报告，我直接问他，林大姐，你不要跟我说你哪里不舒服，你直接告诉我，你家那个先生最近又给你捅了什么天大的篓子？林大姐一听这话，整个人愣住了。几秒钟后，她像溃堤的江水一样，哇的一声，眼泪哗哗的流下来，哭得整个身子都在抖，连话都说不清楚。原来她老公是个标准的败家子，也是个情场浪子。年轻的时候赌博成性，输了钱就回家趾高气扬的摔东西发脾气，逼他拿钱出来。有时候一晚上就输掉他大半个月在工厂轮班的辛苦钱，到了中年又在外面搞女人，甚至被外面的女人找上门来要分手费。他在家里大哭大闹，下跪自扇巴掌，说老婆对不起，我以后一定改，你是我唯一的老婆，外面那个只是逢场作戏，我对她没有感情了。林大姐为了孩子，也为了传统观念里的面子，30年来每天打2份工帮她还债，帮她擦烂摊子，帮她善后，帮她在亲戚朋友面前圆谎。有时候地下钱庄上门来要钱，她一个女人家站在门口，硬撑着脸皮鞠躬说，大哥，你再宽限我几天，我去筹钱。就这样过了30年，她不知道帮她还了几百万，也不知道帮她遮掩了多少丑事。大半辈子她活得像她的影子，像她的免费佣人，像她的专属提款机，就是不像她真正被疼爱的老婆。她心里恨不恨？恨啊，恨得咬牙切齿。有时候晚上一个人躺在旁边看着那个打呼的男人，恨到心包经紧缩，心脏都要抽筋起来，但她就是走不掉。她跟我说，有一年除夕夜，孩子都去南部外婆家了，她老公又输光了准备过年的钱回来，对她破口大骂。她一个人坐在厨房里，面对着那一桌没有人吃的年夜饭，哭到天亮。那一晚她心里想，够了，明天初一我就跟她说我们离婚，我要走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她老公扑通一声在她床前跪下来，抱着她的大腿哭着说，老婆，我这辈子就是个废物，但我真的离不开你，你如果走了，我今天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死给你看。林大姐站在那里看着他，心里那把准备斩断情丝的刀又软下去了。就这样给了几百次最后一次机会，30年的青春活活折磨成了那副鬼样子。他边哭边抬起头，用那种极度绝望的眼神看着我问，先生，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他？为什么我这么命苦？我拍了一下桌子，指着他骂，林大姐，你不是命苦，你是执迷不悟。你以为你现在对他的那种心软是在爱他吗？那不叫爱，那叫助纣为虐，那叫还债。在我们12生肖里面，特别是兔、蛇、羊、鸡这4个生肖的女性，加上你无名指掌过食指，你在感情里最容易犯的致命伤就是没有底线的心软。属兔的，你们天性温柔，最怕起冲突，对方一强势你就退让，对方一装可怜你就妥协。
你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结果对方把你逼到悬崖边。2. 属蛇的，你们外表看起来冷静，其实内心像一团火，一旦爱上一个人，就会产生极强的执念。明知道这男人是毒药，你还要说服自己我能改变他，最后被毒得遍体鳞伤。3. 属羊的，你们天生带有一种圣母情节，看到对方落魄软弱，你就母爱泛滥，想当对方的救世主，最后你变成了他的拐杖，他没有你活不下去，你也彻底失去了自己的人生。4. 属鸡的，你们嘴巴上厉害，得理不饶人，但心比豆腐还软。老公一犯错，你骂得比谁都大声，但他只要低头说2句好听话，你转身就拿钱出来帮他还债。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吃亏的全是自己。我严肃地告诉林大姐，你前世一定欠了这个男人一条大命，或者欠了他一大笔还不清的情债，所以你这辈子带着这个记号来到人间，就是生来还他的。但是你给我听好，你还了30年，连本带利也该还清了。你现在不是欠他，你是欠你自己。佛家讲情不空者，轮回不止。如果你心里的怨恨不把它放下，你每天咒他去死，每天怨他毁了你的一生，这股怨气和恨意就会在你的心包经里结成一个巨大的负能量磁场。尤其现在逢到赤马红羊的大火之年，这股磁场引力会极度强大，把你们2个人牢牢地锁在一起，这辈子被他折磨到死。等你断气的那一刻，你的灵魂因为带着这股极度强烈的恨意，下辈子还会循着这股磁场精准的毫不偏差的再遇到他，再嫁给他一次，再被他骗一次，继续折磨，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林大姐听完这段话，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一样，一动也不动。她刚才还在崩溃大哭，眼泪突然就停了，她就那样呆呆地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嘴唇动了几下，没有声音出来。过了好一会，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大梦初醒的震惊。她问：先生，你是说如果我一直恨他，我下辈子还要跟他纠缠，我这辈子跟他还没有完？我冷冷地说：恨不放下，账就没平，当然没有完。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深吸了一口气，眼神变得非常平静。就这一点不同，让我知道他这个人有救了。他听懂了，他问我：那我该怎么做？我说：很简单，中医治病要拔除病根，因果治病要拔除怨根。从今天开始，你踏出这个门，就不要再把他当成你老公看，你在心里把他当做一个前世来讨债的债主，对他不要有爱，更不要有恨，用一种看戏的心态去看待他。他再来跟你讨钱，口袋里有闲钱，就丢一点给他，当做还前世的债。没有钱，就淡淡的说没有。他发脾气摔东西，你不要跟他对骂，也不用伤心，你就静静的坐在沙发上看着他发疯，像看马戏团的猴子一样，心里不起一点波澜。只要你的心不动，心包经就不会堵，天地的火气就烧不到你。把所有的专注力，所有的气血全部收回来，放回你自己身上。你的余生是你自己的，不是他的。半年后，林大姐再来找我。各位，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你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他整个人容光焕发，气色红润，脸上长了点肉，黑眼圈全没了。她平静地跟我说，几个月前她老公因为长期喝酒，作息不正常，中风了，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她没有跑，也没有趁机报复，她每天就像照顾一个陌生的可怜的病人一样照顾他，喂饭、翻身、换衣服。她说：先生，很神奇，我现在看着他躺在那流口水，我心里再也没有一丝怨恨，也没有以前那种心痛了。我每天晚上睡得比谁都香，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好可怜，就这样，没有别的了。你们说林大姐放下了什么？她什么都没有放下，她只是透过转变心念，切断了那个负能量的磁场，还清了这笔数世的情债，账一清，人就自在了。这就是第2段感情缘。无论你现在的婚姻有多千疮百孔，记住我今天教你的法门，不爱不恨，当作还债，账清人自在。说完了绝处逢生的贵人缘和刻骨铭心的感情缘，接下来这第3段缘才是这堂课最震撼的灵魂核心。我要讲的是，你带着这根长长的无名指来到这个世间，到底背负了什么样的天命？
很多人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快进棺材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来干嘛的。在即将到来的赤马红羊节里，如果不明白这第3段缘分，你将会错失这辈子最大的福报。我们接下来一堂课继续揭秘第4节课，红尘历劫，天火无情，第3段缘，不起眼的你，其实带着菩萨的使命。前面我们讲了绝处逢生的贵人缘，也点破了最耗损心血的感情缘。如果你听完前2段，心里觉得一阵酸楚，那代表你的三焦经气血已经开始在流动了，你开始醒悟了。但接下来我要讲的这第3段缘分，才是你这辈子投胎做人最核心、最不能忘记的灵魂功课。这一段缘分叫做冥冥之中的使命缘。我常常在诊间或者在看相的时候，听到很多40、50岁甚至60、70岁的老友记跟我抱怨：先生啊，我这辈子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我只求赶快退休，以后每天去公园泡茶，下下象棋，带孙子，安享晚年。这不就是最好命的人生吗？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想拿手边的医书敲他的脑袋。你以为你是谁啊？别人可以这样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但只要你的无名指长过食指，你就没有资格说这种话。你带着这个印记投胎，你以为老天爷给你这么敏锐的感知力，这么旺盛的心包经气血，是让你来红尘俗世里享清福的吗？胡说八道。你的灵魂深处是背着一份功课来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即将迎来2026丙午年，2027丁未年，这就是易经里让人闻之色变的赤马红羊节。这2年天干地支全是火，9子离火运叠加，天地间的火气将会毫无保留地倾泻而下。火代表什么？火代表无情，代表毁灭，代表考验。古人说真金不怕火炼，这场天地大火就是要来烧掉世间所有的虚伪和自私，逼出每一个人的本性。在12生肖里，有4个生肖在面对这场赤马红羊节时，你们身上的使命感会被最强烈的激发出来。这4个生肖就是虎、马、狗、猪。1. 属虎、属马、属狗的，在我们命理学中，这叫寅午戌3合火局。你们本身就带着极强的火性能量，在赤马红羊节里，你们不是被火烧，你们注定要成为在黑暗中举着火把照亮别人的那个人。你们生来就有一副侠义心肠，看不惯欺凌，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情，你们的火气比谁都大。2. 属猪的，五行属水，在这场天地大火中，别人都在焦躁，都在发狂，只有你们这潭深水能够发挥水火既济的慈悲力量。你们的使命是用极大的包容和善良去扑灭别人身上的业火。什么叫做使命？很多人以为使命就是要去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去当大老板，当总统，当大慈善家。错了，使命往往藏在你最不起眼的日常反应里。我来跟你们说一个发生在台北万华老巷子里的真实故事。万华那边有很多那种屋龄式50年的老旧公寓，巷弄非常狭窄。这条巷子里住着一个叫阿明的人。阿明是个什么样的人？个子矮小，皮肤黑黑干干的，小学读完就没再升学了，平常就在附近的工厂做点搬运的粗活杂工，一个月领着最低的基本工资，勉强糊口。他租着巷子里最小最破的那间顶楼加盖，家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台会发出怪声的老电风扇，几乎什么都没有。阿明没有结婚，也没有亲人，逢年过节，巷子里的邻居在骑楼办烤肉聚餐，阿明有时候也会去，但他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最角落的塑胶椅上，没有人主动跟他搭话，也没有人叫他一起拍照。他吃完2片肉，点个头，就自己默默上楼了。巷子里有一户开5金行的陈家，陈太太私底下常常跟其他婆婆妈妈指着阿明的背影说：“你们看阿明那个样子，这辈子就是个赔钱货啦，憨憨的，连话都说不清楚，能有什么出息？”在世俗的眼光里，没有人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阿明就是个社会底层的边缘人，连一颗微不足道的灰尘都不如。但就在前几年的某个夏日午后，天气极度闷热，就像赤马红羊节那种让人喘不过气的燥热。突然砰的一声巨响，陈家1楼的厨房瓦斯管线气爆，窜出滚滚浓烟，
火舌顺着老旧的木板隔间，一路从厨房狂烧到客厅，爆裂声一声接一声，窗户玻璃被热浪直接崩碎，整条巷子瞬间被黑色的浓烟弥漫，呛得人根本睁不开眼睛。这时候，人性最真实的一面显露出来了，整条巷子的人吓得拔腿就往外跑，有人边跑边喊：快走啊，里面瓦斯桶要爆炸了。有人连滚带爬地跑到巷子口打119，没有一个人敢回头，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陈家的2个70多岁行动不便的老父母当时正在1楼客厅睡午觉。但是火势实在太猛了，浓烟太毒了，在生与死的面前，每个人顾着自己逃命都来不及，谁敢冲进去救人？爱莫能助啊！就在所有人四散奔逃，甚至有人急得在巷口大哭的时候，有一个人往反方向跑，那个人就是刚下工，手里还提着一个50块钱便当的阿明。他看到火舌窜出的那一刻，没有任何犹豫，他把刚买的便当狠狠砸在地上，脱下身上那件汗味酸臭的外套，去旁边的水龙头快速冲湿，死死飞住口鼻，然后他弯下腰，像一头在火海中穿梭的黑豹，直接冲进了那栋随时会爆炸的火场。旁边有邻居声嘶力竭地喊：阿明，你疯啦，你不要命啦，快出来啊！阿明没有回头，他冲进去的时候，里面的浓烟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贴着滚烫的墙壁往里面摸，凭着记忆听到了老太太微弱的咳嗽声。他循着声音在浓烟中摸索，老太太已经被呛得晕倒在沙发旁边。阿明二话不说，把老太太一把扛在肩上，用尽全身的力气拖到大门口，交给外面接应的邻居。接着他转身又冲了进去，这一次火已经烧到了天花板，木梁砸下来。他在房间角落找到了吓呆的老先生，老先生的轮椅卡住了，阿明硬生生地把老先生从轮椅上拔起来，背在背上。当他把老先生扶出来的时候，2楼的冷气机砸了下来，火花四溅，阿明的手臂和后背被高温的铁皮严重烫伤，那件丝外套早就烧焦了，布料和皮肉血淋淋地粘在一起。救护车和消防车赶到的时候，阿明拒绝了先上担架，他一个人走到巷子口，脱力地坐在柏油路上。他没有哭，没有喊痛，也没有邀功，他就坐在那里看着消防队灌救，眼神非常平静。10分钟后，在外面谈生意的陈老板接到电话，开着车发疯似的冲回来。他一路上心里最怕的就是父母已经被烧成焦炭了。他把车停在巷口，连滚带爬地跑过来。当他看到自己的老父母戴着氧气罩，虽然虚弱但平安无事地坐在救护车旁边时，他整个人双腿发软，跪在地上大哭。他颤抖着问邻居：是谁？是谁冲进去救了我爸妈？老先生颤抖着抬起手，指着坐在不远处地上浑身是血和黑灰的阿明。陈老板转过头看着阿明，阿明的手臂缠着救护人员刚帮他裹上的厚厚纱布，整个人靠在墙边低着头。他没有看陈老板，也没有说话，就像平时在巷子里遇到他一样，淡淡的存在着，庞佛刚才冲进火场的根本不是他。陈老板站在那里，喉咙像被塞住了一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想起这么多年来，他的太太私下笑阿明是个赔钱货。他想起自己每次经过阿明门口，连正眼都没看过他一眼。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他们打从心底瞧不起，连一顿饭都不愿意跟他同桌吃的人，在所有人都逃命的时候，用自己的命换回了他父母的命。那天深夜，陈老板推掉了所有事情，买了最好的补品，亲自坐在医院的烧烫伤病房里陪着阿明。病房里很安静，只有仪器的滴答声。陈老板羞愧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坐着沉默了很久。最后是阿明先开了口，他的声音因为吸入浓烟变得非常沙哑。他说：陈老板，你不用这样，你爸妈人很好。有一年夏天，我帮工厂搬铁条回来，2手提得很重，你妈刚好在门口浇花，她看到我满头大汗，叫我先把东西放下，进去喝杯冰水再走，就这样而已，就因为一杯冰水。陈老板听完低着头，眼泪滴答滴答地掉在地板上，他没有擦。各位老友记，你们听完这个故事，想一想，阿明在那条巷子里住了多少年？没有人觉得他重要，没有人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
连他自己大概也觉得自己就是个底层的苦命人。但是那一天所有人都往外跑的时候，只有他往里冲。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受过什么专业的消防训练，也不是因为他想当英雄，是因为他的无名指很长，他的三焦经里藏着菩萨的慈悲，是因为他心里有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叫做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我走不掉。这就是天命，这就是使命。使命不是写在你的名片上的，不是站在演讲台上讲给几千人听的，使命藏在你最真实的本能反应里，藏在所有人都往外逃，而你却选择往里冲的那个瞬间。赤马红羊节即将到来，大伙无情。你身边有没有像阿明这样的人？不起眼，不聪明，嘴巴不甜，不会讨好人。你平时大概根本不会注意到他，甚至觉得他有点笨。我警告你，千万别看不起这些老实人。你不知道在某一个你看不见的角落，他默默地为这个世界挡下了多少灾祸。你更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你遭遇人生最大的火劫，最需要人救命的时刻，那个毫不犹豫冲进火场把你背出来的人，会不会就是他？如果你现在晚上躺在床上，常常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觉得我的人生好像不该只是这样吃喝拉撒睡，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空虚感，我告诉你，那不是你在胡思乱想，更不是你吃饱了撑着，那是你的灵魂在敲门，是天道在提醒你，你还有事没做完。你这辈子的使命也许不是冲进火场救人，也许你的使命是来守护一个残缺的家族，即使兄弟姐妹都不争气，你也要像一根柱子一样把这个家撑住。也许你的使命是来照顾一个重病的亲人，无怨无悔，年复一年。又或者你的使命只是在别人绝望的时候愿意停下脚步，跟他说一句鼓励的话。不要等到赤马红羊的烈火烧到了眉毛，你才发现自己浑浑噩噩，根本没有累积半点福报。3段缘分我们已经全部讲完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早得很。知道了命，还要懂得怎么改命，怎么应劫。接下来的第5节课，我总结了无数个生老病死，无数个因果报应，为大家提炼出了5句保命的天规。这5句话是你下半辈子越老越好命，安然度过2026大变局的终极武器，每一句都能救命，每一句都能帮你挡煞。你准备好接招了吗？接下来一堂课我们就来见分晓。第5节课，顺应天道，化解结束，迎接2026大变局，你下半辈子必记的5大天规。前面4节课我已经把你们这辈子因为无名指长、三焦经气血旺而注定躲不掉的3段宿命缘分，贵人缘、感情缘、使命缘给扒得一干二净了。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可能已经满头大汗，心里发毛，想说，先生啊，既然这是老天爷写好的剧本，那我现在该怎么办？2026丙午年，2027丁未年，这赤马红羊节的天地大火马上就要烧过来了，我该怎么逢凶化吉？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中医看病讲究诊断之后必须给出处方，命理也是一样，算命如果不教你怎么改命，那就是在耍流氓。今天我把这几十年来看遍无数生老病死、大起大落总结出来的经验，浓缩成5句保命的天规。这5句话就是我开给你们应对赤马红羊节的终极处方。这不是心灵鸡汤，这是宇宙间最铁的因果法则和中医养生大道。12生肖，不管你是哪一个，你把这5句话给我刻在骨头里，下半辈子你绝对越老越好命。第1规，守住初心，善良是你最强的护身符。红尘俗世是个大染缸，很多人年轻时单纯善良，但到了40、50岁，在社会上吃了点亏，被骗了几次，那个初心就变了，开始觉得以前的善良是傻，觉得老实人没有出路，要耍点手段，踩着别人才能赢。我见过太多这种人，年轻时是个好人，中年发达了之后，面相慢慢变了，嘴脸越来越刻薄，对下属苛刻，对亲人计较，他以为这叫成熟，叫懂世俗。我告诉你，那叫福报在漏。我们中医《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什么是正气？在你的身体里，它是抵抗病毒的免疫力；在你的命运里，它就是你灵魂深处的那份善良。2026年赤马红羊节，天地的火气最喜欢找什么人？最喜欢找那些心术不正、阴险狡诈、福报漏光的人，
火主炎上，业火一烧，这些人平时积累的业障全部爆发，公司倒闭，官司缠身，突发重病，全部一起来。你有贵相又怎样？心术不正，贵相也保不住你。特别是属鼠、属猪的朋友，你们五行属水，在这大火之年，你们要用水的柔和与善良去化解火气，永远不要忘记你灵魂深处的那份善良。那份善良不是软弱，是你身上最强的护身符，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东西，也是唯一真正保得住你的底牌。第二规，不与人争，退一步养血安神。你们的命格是靠愿力和感召吸来的，不是靠争抢得来的。你越去争那些蝇头小利，就越贬低了自己的命格，把自己的福气一点一点漏光。有些老人家年轻时候吃过苦，好不容易熬出来了，老了却变成最爱计较的那种人，在菜市场为了一把青菜、几根葱，跟小贩吵得面红耳赤，在家里为了过年子女给谁的红包多2000块，生半个月的闷气，甚至兄弟姐妹为了一栋乡下的破老房子，打官司打到老死不相往来。你们说这值得吗？从中医的角度看，人一发怒一争抢，肝火就旺。肝属木，木生火，在赤马红羊这2年，天地本来就全是火，你再一生气，肝火直接去烧你的心火，这叫什么？这叫引火自焚。多少40、50岁的人，就是因为争一口气，突然脑充血、中风、心肌梗塞，直接躺在加护病房里。特别点名属虎、属马、属狗这3个生肖，你们脾气最直，最容易火冒三丈。在2026年，你们一定要学会认怂，学会退让，让那些爱争的人去争吧。你退一步，海阔天空。天道记着呢，你在这里让出1分，老天爷会在别的地方以健康、以贵人、以子孙的福报补给你10分。你的碗比他们大得多，不要去跟人家抢那几粒芝麻，你要装的是整片汪洋。第3规，知恩图报，感恩是通全身经络的灵药。人家帮了你，哪怕只是在你跌倒时扶了一把，哪怕只是点头的一句提醒，你都要记在心里。你懂得感恩，你身上的这层防护罩就越来越厚，贵人就越来越多。你过河拆桥，转头就忘，那个防护罩就破了一个大洞，下次掉进水里，绝对没有人再伸出手。为什么感恩这么重要？在中医里，气血要通畅，经络必须不能堵塞。一个不懂感恩，把别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的人，他的心是封闭的，心门一关，三焦经的气血就凝滞，这叫做气滞血瘀。气一堵，运势就全卡住了。我以前认识一个年轻人，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他以前的大学老师拿了退休金出来帮他渡过难关，结果这年轻人后来生意做起来了，换了进口豪车，逢年过节连一通电话都没打给那个老师。后来不到2年，遇到大环境不景气，公司瞬间倒闭。这一次他打电话给以前的朋友，没有人接，去找合作伙伴，没有人开门。他这才明白，不是世界变了，是他自己把那些人一个一个推走了。天道就是这么算账的，你怎么对人，天道就怎么回应你，分毫不差。特别是属牛、属龙、属羊的朋友，你们为人忠厚，但有时候比较木讷，不善表达。这2年一定要把谢谢挂在嘴边，把别人的恩情用实际行动还回去，让善缘流动起来，你的经络自然百病不生。第4规，长出牙齿的善良，对消耗你的人敢说不。慈悲和软弱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无名指长的人心软是天性，这没有错。但你要学会分辨，哪些人是真正需要你帮的，哪些人是像吸血鬼一样在消耗你，习惯性的把你当成提款机和情绪垃圾桶。我们中医讲阳气，阳气是你生命的根本，是保护你免受邪气入侵的卫兵。那些不断情绪勒索你，向你借钱不还，整天抱怨散播负能量的烂人，就是在吸干你的阳气。厚德是你的底子，自强是你的脊梁，2个都要有，缺一不可。光有厚德没有自强，你就变成任人踩踏的软泥，什么人都来找你麻烦，你还笑着说没关系，这不对。对那些消耗你、利用你的人，要敢于大声说不。你给我记住，这一声不，不是冷漠，是智慧，是在阻止对方继续造恶业，是对双方都好的事情。特别是属兔、属蛇、属猴、属鸡的朋友，
你们最容易被人情世故绑架。在赤马红羊节里，果断斩断烂桃花和损友，就是保护你自己的阳气不被耗损。有些人因为你拒绝一次就离开你，那种人本来就不是真正的缘分，走了是替你的人生清场，清干净了，你才有位置留给真正值得的人。第五规，手相是本钱，心地才是真正的风水。最后这句话，我要说在你们心里最深的地方。你今天看了自己的手相，无名指长过食指，三焦经气血旺盛，你觉得自己命格不凡。但我要告诉你，手相长得再好，那只是你上辈子修来的本钱，是你投胎时带来的一张底牌，但底牌不会自己出，要靠这辈子怎么打。这辈子如果心肠狠毒，自私自利，不敬天地，不孝父母，就算你把祖坟葬在顶级的龙脉上，就算你住的房子风水再好，老天爷照样来收你。在赤马红羊的烈火之下，照样家破人亡。反过来，就算你的手相平平无奇，连小指头都很短，但只要你心存善念，只要你看到别人受苦，心里会不忍，只要你在别人都往外跑的时候，你还想着往里走，去拉别人一把，你的心就是全宇宙最大的风水宝地。善良会在无形之中把你的坏命给改过来。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宇宙间最公平最无情的因果法则。知命而不修心，那是徒增烦恼，顺应天道而行善，福德自然增长。好，这五大天规我已经掰开来揉碎了讲给你们听了。在2026和2027这2年，遇到任何过不去的坎，就把这5句话拿出来反复念。接下来一堂课，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节课，我将教你如何点亮自己的本命元神，彻底化解这场大劫。第6节课，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教你点亮你的本命元神，开启好运。各位乡亲，我们今天这堂课讲得非常深，也非常重。这不是外面那种5分钟随便说说的娱乐消遣，这是一堂真真正正能帮你理清大半辈子业力，帮你在大劫难中保命的课。从你手上的那根无名指，到你体内的三焦经与心包经，从你命中注定躲不掉的贵人缘、感情缘、使命缘，一直讲到应对2026丙午、2027丁未赤马红羊节的5大保命天规。我们把先天的命数跟后天的造化全部串在一起讲透了。佛家有一句得语，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世间的钱财、名利、爱恨，到头来都是一场空。进了火葬场烧成一把灰，你什么都带不走，唯独你这辈子种下的因，结下的果，会跟着你的神识，跟着你的本命元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算账。很多台湾老一辈的人，年轻的时候铁齿，觉得自己双手万能，什么神明、因果、中医经络，通通不信，觉得那是迷信。结果呢，到了60、70岁，病痛缠身，家道中落，看着败家的子孙在外面惹是生非，这时候才来慌了手脚，四处去宫庙里求神问卜，花大钱请人做法事，改风水。我告诉你，来不及啦，你的心包经早就被你几十年的怨气和自私给毒死了。你家里的风水摆再多开运竹、聚宝盆有用吗？根本没用。你看现在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丙午年的火气正烧得最旺，这场赤马红羊节的大火，不是要烧掉你的房子，是要烧掉你的妄念。火气这么旺，你要怎么灭火？不是去买灭火器，而是要从你的心去灭。这就是我今天一直强调的最高境界，心地风水。你的心就是你生命中最大的风水宝地。你把心里那些计较、怨恨、不甘心，通通像扫垃圾一样扫出去，让你的三焦经畅通无阻。当你的心清净了，你的气血就柔和了。你的气血柔和了，你的面相就变得慈悲有光泽。你的面相一好，你身上的磁场就变成了最强的正极，自然会把12生肖里那些来报恩的贵人、好的缘分全部吸过来。不管你是属鼠的机灵，属牛的踏实，还是属虎的冲劲，属兔的温柔，甚至属龙的高傲，属蛇的冷静，在天道面前众生平等。12生肖没有谁绝对的好命，也没有谁绝对的歹命。好命歹命全在你一念之间。今天因为我们的缘分在这部影片里相遇，
你听到我讲这些，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老天爷透过我这个易经好运生肖堂的频道来敲醒你，这是在赤马红羊节的大火中丢给你的一条救命麻绳，你抓不抓得住就看你的悟性了。而这部影片希望你绝对不能只看一遍。如果你觉得最近心浮气躁，晚上睡不着，甚至跟家里人吵架气得心脏疼，你立刻把这支影片收藏起来，按个赞，反复的听，把它当作梳理你三焦经气血的引子。每次听你都会有不同的体悟，因为你的心境正在跟着转变。最后，为了帮助大家在赤马红羊的大变局中稳住阵脚，我要带领我们频道所有的老友记做一个点亮本命元神的历念仪式。这个仪式不需要你花1毛钱去买法器，只需要你的一颗诚心。请你在底下的留言区恭恭敬敬、心无旁骛地打下这句祈福语：顺应天道，赤马红羊化吉祥。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网络留言，这是你在天地大火面前宣告你愿意放下执念，顺应天道的愿力。古人说愿力大于业力，当你敲下这几个字的时候，你的心包经会瞬间打开，与宇宙中无形的正面磁场产生强烈的共振，凝聚我们易经好运生肖堂成千上万观众的善念，这股力量会汇聚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在下半年为你和你的家人挡煞除灾，把火劫转化为生财的旺气。打完这句话之后，别忘了订阅易经好运生肖堂，并把旁边的好运小铃铛开启。以后每逢节气转换、星象变动，我都会在这里用最正统的易经和中医道理给大家提个醒，帮大家把关人生难得，真法难闻。守住你的善良，看好你的初心。乡亲们接好运，我们下一节课再见。